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从这集开始，我将带领大家一同进入中国传统木板年画的世界，共同领略我们国家这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说到木板年画，或者说到年画，大家其实不算陌生。因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年画除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认知之外，还有着十分普遍的生活应用基础。在一些木板年画的原产地附近，节日里，尤其是春节，总少不了年画的身影。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民间，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2002年，中国民协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木板年画作为该工程的龙头项目，在全方位、大规模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22卷本《中国木板年画集成》，14卷本《中国木板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4期年画研究刊物，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板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并形成了30万字的专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这件事对于民艺界的触动无疑是巨大的。如今，中国木板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国内审核已顺利通过，并纳入国家申报计划。我们先来说文解字，看看木板年画这4个字的原意。首先看木，木呢是制作年画的材料，这里一般指的木材是适合雕刻和刷印的木材，比如传统使用的梨木和枣木等。第二个板，从字形上看，板字由片和反2个字组合而成。左边的片字代表的是一种印刷媒介，而右边的反字则代表某种印刷的原理或者是过程，就是把一个图形或者文字从一个片状物或者说一个平面媒介反向印制到另一个平面媒介，那我们这里一般说的就是纸张印到这个纸张上去，代表的是刷印。刷印呢，这里指的是一个工艺的过程或者说方法，它和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印刷指的是一回事，但是这里用刷印来描述实际上是更为准确和严谨，因为是先有刷的动作，后产生了印的结果。第3个字年，我们从年的甲骨文中来看，这个年的甲骨文呢，字形为一个人或一个木叉状的一个图形，类似挑着一个禾苗状形象的符号，代表的实际是农耕实践文明下人类对年这一时间或者周期概念的理解。所有木板年画反映的主题内容也主要围绕农耕文明展开，所以这里的年是广义上的年，不仅仅指春节也不仅指时间也指周期最后一个字画。那木板年画作为一种美术形式存在，有其符合美术主要指版画作品的所有要素特征，如构图、造型、色彩关系等。但与纯绘画艺术呢，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其作为民间美术用品所特有的功能意义和商品属性。木板年画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形式上呢，缘起于门神画。
工艺上呢，则肇始于唐宋的雕版和刷印技艺。早期的雕版主要作用于印制经卷与图书，以刻制文字与单色的图形为主。从刻印宗教佛像、书籍发展到独立为绘画，那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年画。从单色刷印到套色刷印，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自宋末一直到元明，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市民文化和民间美术及手工业的大发展，木板年画逐渐地走入了繁荣。如北宋时期专门售卖年画的画室，当时呢称为画纸儿。宋金时期山西平阳雕刻精美的四美图。清道光年间，在李光庭著的《香言解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年画一词。从此，所谓年画就拥有了固定的含义，即是指木板彩色套印的一年一换的年俗装饰品。那至今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晚期，民间年画呢达到了鼎盛阶段，不仅内容包罗万贯，形式多种多样，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几十个产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西绛州、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福建漳州、广东的佛山以及湖南滩头等地。清末民国初年，年画的使用地区呢，覆盖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在内。在民间，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呢，就不算是过年。年画已不仅是节日的装饰品，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它成为反映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木板年画是一种有别于纯绘画的应用性美术，以实用为主。每一张年画都有与之一一对应的生活诉求关系，把它归类为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在于此。比如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守门将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门神，求子的麒麟，辟邪的钟馗等。木板年画呢，之所以能进入万千百姓的家门，受到老百姓的喜欢，一方面在于其对产品低成本控制的工艺优势，另一方面更在于其对中国古老年文化的有效承载和转化。这也是木板年画有别于其他民间美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如果说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那与年文化最为紧密的中国木板年画，也应该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美术的核心。年画中的年有2重含义，一是指广义上的年节，不只包含春节。中国的传统年节异常丰富，其中大部分都脱胎自中国的农耕文明，如传统的24节气、小年、元宵、中秋等。另一层意思是年画因为大都是一年一换，所以呢，年也是一个轮回，是个使用的周期。作为传统年节中最为重要的春节，因其所具备的特殊意义，年画在春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年画使用中最为集中的体现。下面就从春节开始，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木板年画作品，来了解木板年画在年节中的具体应用。木板年画的制作工艺
脱胎自传统的雕版印刷，后经发展独成一系。虽说在发展过程中，因地域文化习俗影响，产生了工艺类别与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但也可以大抵将相通的部分罗列。四大部：勾、刻、印、绘。具体到画稿，勾线、刻线版、分刻色板、刷印，包含套色、人工彩绘、装裱等几道工序。传统制作木板年画的技艺多为家族式传授，有小作坊，也有字号及招牌的大店。大店的年画制作工艺考究，分工细致，每一步工艺流程都有专人司职。年画作坊呢，一般只制作年画，销售则是由专门的经销商来负责，最终流向各个地方的纸马店经营。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传统民间木板和手绘年画在市场上已很难见到。这种承载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传统民间美术，不知不觉间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再次把目光对准木板年画，并非是其工艺有多先进使然，相反，传统工艺走到今天，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其工艺的落后。这是不可抗的两种文明的进化结果。但传统木板年画在千余年的沉淀过程中，绝不只产生了工艺文明，还有与工艺息息相关的情感和精神。却是这些饱含文化记忆的部分，才是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关注的对象。我们来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看一下木板年画中所表现的年文化。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对门画，也叫门神，是一对文官门神，产自陕西的凤翔。年画的名称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对门神呢，一般贴于堂屋及书房的门上。门神身着官服，手持护板，身后有花瓶、祥云以及侍从，是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必备的年画品种。这幅春牛图产自天津杨柳青。画中呢，一只老黄牛为天界下凡之神牛，前方有一个孩童，胸前挂着一个圆形的春饼。春饼是立春的一种食物，肩挑着象征富贵长寿的牡丹和松枝，鞭子上挂一只鞋。我们看这只鞋，为什么会挂一只鞋？这个鞋从哪里来？需要看一下这个娃娃的脚，两只脚，一只光脚，一只穿鞋。那光脚的这只鞋呢，就被挑在了竹竿。那什么意思呢？如果碰到春牛图当中这个娃娃或者说有些时候是盲神，一只赤脚，一只穿鞋一般就代表旱涝保收。如果两只脚都穿鞋，则代表这个年景可能比较干旱。如果两只脚都赤脚可能今年的这个年景会雨水充沛，甚至有洪灾的这个危险。它是一种天气的象征，或者说预判。持的这支鞭呢，鞭打的是春牛打春牛这个习俗或者说称谓，就是从这里来的打春牛，但实际也是催促人们早做准备。接下来这幅河南朱仙镇的灶君符，我们看画面中灶神的神像灶神神像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神像体系，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神像的张贴祭祀方式。各地的灶神
造型主要是单座和双座，单座只有灶王爷一个人，那双座则是有灶王爷与灶王奶奶2个人，还有3座灶，也就是3个人出现，十分罕见。那这3个人其实还是灶王和灶王奶奶，那一个灶王爷两边各有1位灶王奶奶，那传说灶王爷有2位夫人啊。灶神像呢，上面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称为历头。主题一般会标注灶君府或灶君位、东厨司民主、人间监察省、一家之主等等的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一般会贴上23日去，初一5经来，或上天言好事，回府降吉祥之类的对联，以祈求灶神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古人素有冬至日贴99消寒图的习俗。我们看这幅图，这幅图实际上是一幅带有一定娱乐和教化功能的年画。画面右侧竖排文字说明了填图的具体方法：上图阴，下图晴，左风右雨雪当中。意思是要根据每天的天气变化，对照的格子内的日期进行填图。整幅图呢有3行3排，一共9格，每个格内呢又有3行3排，共9个圆形的图案。每个图案呢为铜钱状，分上下左右以及中间5个位置。自冬至这天开始，大地将经历9981天由酷寒转暖的过程，民间俗称99。为了打发无聊的寒冬，为儿童专门设计此99消寒图，用以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让儿童自小体认传统的99文化，寓教于乐，俗称画9。那这张画也就是贴在冬至这一天的。再来看下面一张，这张画是苏州桃花坞的端阳喜庆图。图中的大船尾挂顺风大吉旗，船首小童高举日进斗金旗，和2仙钟馗、财神一同护佑助阵。另外一个龙舟真牛竞渡，一派欢腾祥和的景象。端阳喜庆图以传神的视觉语言再现了清嘉录记载的龙舟竞渡的盛景。7里山塘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置笔如鱼鳞，已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震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幅年画的实物。首先看我左手边这幅，这个形象呢，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这个就是传统的钟馗的形象。钟馗我们知道啊，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捉鬼和驱邪。钟馗呢，也是传统门神中的一类啊，我们经常会见到有门上贴的钟馗啊，家中也可以挂啊。那钟馗的形象呢，比较面目狰狞长须，然后手持宝剑啊。在钟馗的旁边，一般会伴随着一只蝙蝠，那蝙蝠和剑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像目前的这个动作，经常被形容为伏在眼前伏在钟馗的眼前，或者用宝剑来引伏入室这样的概念。有些地区呢，把钟馗像贴于门后为什么在门后贴呢？是因为钟馗一般被定义为抓小鬼之神，那人们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晚上小鬼出动的时候，房门一关，
钟馗就出来工作啊。他的工作呢，就是抓小鬼啊，晚上保证这家人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安全。白天啊，房门一开，钟馗就躲到门后啊，睡大觉去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些类型的年画。我现在手上拿的是几幅一个系列的小版的年画，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么小版的年画是不多见的。里边的内容呢是八仙，每一张上面有2个仙啊，总共有5张，那么还有1张是寿星。这种年画的用途啊，它5张啊是寿星在中啊，8仙分列2侧。这个用途据我推测啊，因为它剪的这个形状呢比较小应该周边还有一些扩展的区域，有可能是在门头，类似于门剪一样的这种贴用的方法，或者巴掌大小的这种年画呢，也经常用来贴在这个窗上做窗画使用。八仙和寿星呢，也都是比较寓意比较吉祥的一些神仙啊，主题也都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我们再来看第2张，这张呢是一种民间祭祀类的年画啊，我们俗称为纸马。那这个祭祀的这个主人叫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神，而是众神，是天地三界的十方众神。虽然画面中画的神仙不多但这个牌位上说明的问题已经涵盖了天地三界十方这么样一个广阔的范围上面是玉帝下面是类似财神模样的这个神，左右两边还有类似对联一样的联语：地厚在山川，天高悬日月。这种帘子一般会出现在这个房屋结构这个影壁上面的这个壁龛里面。那这种壁龛里面一般会供奉像土地这样的神这种纸马画呢，也就是贴用在类似这样的场景当中。好，我们再来看这张，这张有点意思这张年画它准确说不是贴用它是一种娱乐或者说游戏的用品，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玩的跳棋。怎么玩呢？大概就是利用一个骰子掷骰子的方式，然后通过这个一个圈状环形的结构在中间进行跳跃移动。那这个画面中间所绘制的这些人像分别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下面的各种官级的名称比如说里面有进士，有举人，有秀才，有状元等等。那有些位置呢可能就会跳到一个可以连跳3级这样一个位置，就可以迅速的到达终点就完成这个游戏是这么样一种使用方法。好，我们再来看这张。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年画上面有一排这个文字这是这类型年画的一个标准的特征就是这串文字是用来年画的主题和内容的。上面书写：为人静心把书念，5经4书念完全，开老得中是状元那么这个内容主题就是科举所以在画面当中有一个登科的举牌。画面中主体人物是骑着马的文武状元红色服装的是文状元然后这个有这个武士服装的是武状元，
然后他们在街上被一群人簇拥着敲锣打鼓，然后经过一个状元坊啊，一个牌坊的位置啊，上面还书写有一个圣旨，也就是说高中状元之后啊，乡里乡亲然后敲锣打鼓去迎接他啊，然后荣归故里的这么一个意思啊。这种话呢，一般贴用在家里有孩子读书啊，他想考取功名啊，或者说家长对他未来有这个长大成才的这个愿望啊，起到这么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也是老百姓家中经常能见到的一类啊年画。好，看完了年画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实物啊，就是木板。那既然我们说的是年画，那我们就来看一个跟年画的年有关的一个木板啊，当然它对应着有一个硬的线板的画。这个板呢是我18年刻的一个，这个原画比这个大，是一个缩小版的啊。这个年画的名字叫拜新年，恰好也就应了我们这个年画的主题啊，跟年有关。这个板呢描述的是一户人家啊，就是几位太太坐在马车上，这个驱马的车夫呢赶着这个马啊疾驰的状态啊，奔跑的状态，去干嘛呢？去给这个亲戚啊，或者说家人去拜年去了，这么一个场景。那画的上面呢，书写的一段类似打油诗一样的文字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岁朝庆元旦，那这里的元旦实际是指春节啊，不是我们现在新历的这个年代。家家拜大年，只为亲族远，驱车要争先啊，就是路途遥远，所以驱车要争先要快。那这个就是传统的拜新年的一个年画啊，比较应年画的景啊，所以拿这个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分享。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年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种典型象征。年文化折射的是中国人对天地和自然最为朴素的理解，木板年画则是对此理解方式的一种直观的体现。那些强烈而鲜明的造型，热情洋溢的色彩，无不彰显着这种认知。它清晰地描绘着人们的精神天地，炽烈地展示着百姓所向往的心灵世界。它是漫长的历史时代中某种社会生活的全像，是大众审美和对年俗的最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呢，被百姓世代相传，构成了最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传统。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伪，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